大家好，這裡是樂道中醫播客。我們今天談論的主題是生死線上的控溫智慧，靈樞熱病中的急救與預後。你肯定經歷過或者至少見識過這樣一個讓人瞬間慌神、大腦完全空白的時刻。尤其是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家庭。對，深夜裡家人或者孩子突然發起高燒，你一摸他的額頭，滾燙的嚇人，但是仔細一摸四肢，手腳卻是冰冷的。而且往往渾身一滴汗都沒有。沒錯，一點汗都沒有。人在床上非常煩躁地翻滾，甚至呼吸都變得特別急促。那一刻，你手裡緊緊捏着體溫計，看着上面不斷攀升的數字，39度、39.5度、40度，那種在暗夜裡的無助和恐慌感真的非常煎熬。是的，這種時候可以說是對生命運行機制最嚴峻的一次考驗。所以，今天我們的這次深度探討，絕對不僅僅是教你怎麼把體溫計上的那個數字給降下來。我們要聊的，其實是一場關於生命防線的保衛戰。確實如此。我們今天的探討源自於中醫極危重症的奠基之作《靈樞熱病》第23。今天我們的任務不是在故紙堆裡去摳那些枯燥難懂的理論，而是要把古人沉澱了1000年的临症直覺，跟咱們現代重症醫學的真實生理機制進行一次徹底的如何。就是要教你一套真正能在生死線上搶夺時間，在日常发熱中護得家人周全的實操指南。沒錯。我其實一直有個疑問，在這核心邏輯裡，古代醫生沒有心電監護儀，也沒有精準的電子體溫計，面對一個燒得意識模糊的病人，他們究竟是怎麼在瞬間捕捉到危險信號的？這靠的是極度敏銳的醫學洞察力。古人在成千上萬次的生死搏擊中，總結出了著名的9大死後。9大死後，聽着就倒吸一口涼氣。就是9死1生的極端重症預警。在這其中有2個體徵是最讓人揪心的。哪2個？第一個叫做熱而汗不出，第2個叫身熱甚而陰陽脈皆靜。等等，身熱甚而陰陽脈皆靜，意思就是體溫極高，但是去摸手腕上的脈象，卻發現異常微弱安靜，甚至快摸不到了。對，當你看到一個人高燒不退，全身上下完全沒汗，或者脈搏微弱到極點，在古代醫家眼裡，這就是生命力即將熄滅的死徵。可是這有點反直覺啊！平時我們總覺得發燒早期本來就是不出汗的，皮膚有點乾而已，為什麼會嚴重到跟生死掛鈎？從現代醫學看，這不僅僅是汗腺不工作吧？絕對不是汗腺罷工那麼簡單。如果把古人的這個觀察直接連接到現代重症醫學的視角，高熱卻完全無汗，等同於下丘腦的體溫調節中樞已經發生了衰竭。下丘腦中樞衰竭？是的，機體為了保住最後一點腺液去供應心臟和大腦這些核心器官，它開始極度的強迫性的收縮體表和四肢的血管。這就是為什麼病人額頭滾燙，手腳缺冰涼。完全正確。在現代臨床上，這其實就是脓毒症休克或者是熱射病晚期典型的血流動力学崩潰表現，有效循環血容量已經銳減了。原來表面上看是沒出汗，實際上身體內部已經進入休克的前期狀態了。那我們換個極端情況，你說，如果病人出了大汗呢？平時大家總覺得，發燒只要出了一身大汗，就代表身體在散熱，這是退燒的好兆頭啊。這恰恰是一個容易讓人掉以輕心的致命誤區。怎麼講？古人對出汗的形態有極其嚴苛的區分。如果是那種黏膩的，像一顆顆珠子一樣掛在皮膚上，擦都擦不掉的汗，像一層油一樣那種，對，古人稱之為絕汗大如灌珠。這個時候，如果同時伴隨脈搏狂亂，中醫叫汗出而脈燥者死。汗出而脈燥者死，這聽起來真的不像是正常的排汗，倒像是一台失去電腦控制的發動機，在徹底罷工解體之前，瘋狂地飆高轉速，把體內最後一點機油和水都給生生擠壓出來了。這個發動機的比喻把本質說透了。在現代醫學看來，這其實是身體的自主神經系統徹底失控了，徹底崩潰了。對，體內的熱邪不僅沒散，反而耗盡了人體的體液，中醫說的陰精。這種陰精的枯竭，觸發了瀕死前可怕的自主神經風暴。
自主神經風暴，大量交感神經瘋狂釋放腎上腺素，導致異常出汗。看到這種絕汗，意味着循環系統已經到了崩潰的終末期。了解了這些生死異先的預警信號，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破局了。既然古人能精準預判危險，他們是怎麼化解的？這裡必須提到熱病篇裡非常硬核的一個退熱方案59次。對，59次。為了讓這套方案更直觀一點，聽眾朋友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身體是一棟正在熊熊燃燒的大樓，熱力在各個樓層四處亂竄，隨時可能燒毀承重牆。這個比喻很貼切。這個時候，59次絕對不是隨便找個牆縫亂噴水，它更像是經驗豐富的消防專家，精準地打開了分布在這棟大樓各個樓層的排煙口和自動噴淋系統。沒錯，古人設計的這59個穴位並不是均勻分布的，它們高度集中在頭面部、四肢末端，還有就是手指、腳趾間的關節縫隙裡。為什麼偏偏選這些地方打開排煙口？你想想现代的微循環研究，人體的頭面和四肢末梢恰恰是神經末梢最密集的地方，而且血管擴張的潛力最大。古人其實是通過針刺這些特定區域，產生極其強烈的電信號，上行調節大腦的丘腦。對，同時直接激活交感神經的節後纖維。這是一種強制指令，去強迫那些因為高熱緊緊收縮的毛細血管床瞬間開放散熱。血管一擴張，積聚在內臟核心的致命熱量馬上就能通過體表散發出來了。這就是中醫一直強調的泄熱而不傷正，巧妙地利用人體的神經反射弧把毒煙排出去，但絕不盲目用猛藥去破壞大樓的結構。剛才那個排煙系統的比喻很直觀，但我也有個現實的問題，如果火勢已經蔓延到了建築的深處呢？你是說熱邪深入的情況？對啊，比如病人不僅僅是發燒，他甚至覺得骨頭縫裡都在疼，或者聽力都下降了。這時候光開表皮的排風扇肯定不夠了吧？這就涉及到了應對複雜熱病的另一個高階維度——分層干預。古人那時沒有 X 光，但他們將熱邪入侵人體的深度極其清晰地劃為5個層次。哪5個層次？皮、脈、肉、筋、骨。這5個層次又分別對應着人體的5臟：皮和肺，脈和心，肉和脾，筋和肝，骨和腎。也就是說，火燒到了不同的深度，觸發的警報表現是完全不一樣的。是的，比如熱邪如果只在淺層的皮，病人表現出來的是腹痛、滯鼻；冲面取之皮，鼻路不通氣。那如果熱深一步，到了筋呢？就会出現抽搐、痙攣。如果熱邪滲透到了最裡層的骨，那表現就是身重骨痛、耳聾。面對這種不同深度的熱邪，古人有一套非常精妙的跨層救援法，對吧？叫五行聖治。对，五行聖治，這個聽起來挺理論化的。書上說補心以勝肺，這在實際操作中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是病人的肺部表皮在發高燒，我們去治療他的心臟？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在臨床上怎麼落地呢？總不能給發高燒的人吃速效救心丸吧？當然不是那麼生硬。我們在實操中可以把這理解為一種跨系統救援。假設熱邪困在皮表，也就是肺這個筋的層次，病人高燒，呼吸急促，但你怎麼用發汗的藥都退不掉這股熱，根本發不出汗。對，這時候如果死盯着肺去治，往往適得其反。古人會怎麼做？他們會去調動心火的經絡，在急陣推拿或針灸中強刺激心經上的特定穴位，或者是用特定溫通血脈的藥物。沒錯，強行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環。我明白了，也就是利用心主血脈的动力功能。既然肺部表皮因為高熱，微循環被徹底堵死了，那就乾脆加大心臟這台水泵的馬力，用強勁的血液流動去把困在體表的鬱熱和死血沖刷開，用動力系統去解決排氣系統的問題。就是這個邏輯，這就是五行生剋在人體內真實的物理映射。在這個極其立體的防禦網絡裡，身體的任何一個臟器都不是孤立的。前面我們理清了古人判斷生死險情的深邃眼光，也搞懂了底層邏輯。現在，也就是我們今天最想教給你的一把急救鑰匙。我們要把這些極危重症的智慧，
轉化成你此刻在家裡，哪怕沒有任何醫療器械，也能馬上用得上的破局實操。好，我們先來破解第一種最危急的情況。剛才提到的熱而汗不出，家人高燒滾燙，一滴汗都沒有。這個時候，第一要務絕對不是蓋上厚被子去捂汗。沒錯，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誤區。總覺得發燒了，蓋上3床大棉被，捂出一身汗病就好了。絕對不行。按照我們前面的推導，這個時候無汗是因為體內的有效血容量已經極度匱乏了。你再去捂，等於是在榨乾身體裡最後一點水分，極容易誘發脫水甚至休克，極其危險。高熱無汗時，中醫認為這是津液不足，身體根本沒有水可以化成汗。這個時候的急救破局點是迅速補水。怎麼補？這簡直就是古法的高級電解質水啊！碳水化合物能迅速補充能量，溫熱的湯液喝下去，直接讓胃腸道的微血管擴張，加速吸收。沒錯。加上裡面的水分和微量的鹽分，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循環血容量給拉上來。這其實是在給身體的發汗機制提供充足的彈藥啊！有了彈藥，排煙系統才能真正啟動。這正是中醫存得一分精液，便有一分生機的實操。那麼第二招，我們來應對另一種讓人極其揪心的場景：四肢冰冷。對，孩子半夜高燒，不僅不出汗，而且四肢冰冷，手脚都冻得發青了。人在床上開始出現輕微的抽動，這個時候感覺眼看着就要發生熱性驚厥了。普通人在家裡，在等待救護車或者趕去醫院的路上，到底該怎麼破局？這個時候不用去找針灸的針，你的手就是最好的急救工具。我們要用到剛才提到的59次原理的變體4末點刺退熱法。聽众朋友們，現在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試一下，找到你10個手指的指尖正中，也就是十宣穴，以及手指指骨縫的交界處八邪穴。用你的大拇指指甲，或者是家裡隨便一個钝尖的按摩棒，重度的去掐按這些地方。你们現在就可以用力掐一下指尖，对，用力掐，掐到指甲發紅，感受一下那種明顯的刺痛感。你仔細體會一下，是不是感覺有一股熱流瞬間衝向了指尖？這股你剛剛感受到的熱流，就是生命線被重新打通的物理反饋。太神奇了！這種強烈的末梢神經刺激，能瞬間重啟遠端已經閉塞的微循環，把軀幹核心即將燒壞大腦和內臟的致命高溫，強制性的轉移到體表和四肢散發出去。在小兒高熱驚厥的危急時刻，這幾分鐘的散熱太關鍵了。它能保護大腦免受不可逆的損傷，為後續的專業搶救爭取黃金時間。是的，這種把身體危機主動權握在自己手裡的感覺，真的非常重要。但是，假如我們成功的把燒退下來了，這場戰役是不是就宣告結束了？還差得遠。很多家庭往往在這個階段踩進一個極其常見的生活雷區，覺得燒退了，人虛了，趕緊去廚房熬一鍋老母雞湯，或者燉點大魚大肉給家人補一補。還有些人覺得在床上躺了2天，骨頭都生鏽了，剛退燒就換上跑鞋，出門跑過5公里，想通過運動出汗把體內最後的毒素排乾淨。如果你真的這麼做，那就是在拿好不容易搶救回來的生命開玩笑。這麼嚴重？熱病篇中有一句振聾發聵的警告，叫熱病少愈，食肉則復。稍微好一點吃肉就會復發，這是為什麼？僅僅是因為消化不動嗎？遠不止消化不良那麼簡單。經歷了一場高熱鏖戰之後，你體內的脾胃功能已經極度虛弱了。這就好比是一台剛剛經歷過超負荷運轉、齒輪嚴重磨損的機器。這個時候你盲目的吃油膩的肉類或者高蛋白，虛弱的脾胃根本無法運化。這些堆積在腸胃裡的高營養物質會在體內發酵化熱，會直接點燃體內還未完全清除的熱血。沒錯，導致死灰復燃，引發極其兇險的2次發熱。運動也是同樣的道理，對吧？發熱本身就已經像一場大火，把人體的體液和能量燒得乾乾淨淨了。退燒後的人看似正常，其實內部就是一個極度空虛的瓷娃娃。是的，
這個時候再去進行大汗淋漓的運動，會進一步耗竭本就極其虛弱的陰經和陽氣。在現代醫學裡，我們確實經常看到年輕人退燒後盲目劇烈運動，結果誘發了致命的爆發性心肌炎，這真的是好心辦壞事兒。那退燒後的恢復期，正確的醫囑應該是什麼樣的？我給大家一個極其落地、必須嚴格遵守的休養指南：退燒後的3天內，絕對禁止任何劇烈運動。你要把自己當成一個重病號來對待，能躺着就不坐着。飲食上呢，必須清淡到極致，不要吃任何大魚大肉，只吃溫熱的、极易消化的小米粥，或者煮得很爛的面條，稍微搭配一點點煮軟的蔬菜。就是用這種最平和、最不耗費脾胃能量的食物，慢慢去修復胃腸黏膜。对，讓受損的机體在一種平靜和低耗能狀態中重獲陰陽平衡。這就叫護陽防負。把大火撲滅後，不去添柴，而是默默地灑水養護。總結一下我們今天探討的核心，我相信大家現在面對發熱，不再會只是恐慌地盯着溫度計上的數字了，因為你了解了發熱背後的循環邏輯。你知道了什麼時候該補津液，什麼時候該用指尖掐按去重啟微循環，也懂得了愈後不妄動、不亂補的智慧。你真正擁有了守護家人正氣的底氣和方法。這也引出了一個我很想留給大家去深思的問題。古人說熱傷陰經，但在我們現代生活中，哪怕你沒有發燒，那些沒完沒了的熬夜、焦慮、過度透支，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暗耗我們的陰經。確實如此。下一次，當你感到莫名其妙的心煩內熱的時候，不妨想想，是不是你身體裡的水已經壓不住火了？這不僅僅是急救，更是我們日常該覺察的生命狀態。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在日常的覺察中守護生命的平衡。這裡是樂道中醫，每一次聆聽都是一次療癒。下期我們再慢慢聊，再見。